费可欣的话让刘曼琼内心深受震撼，他是真没想到费可欣作为整个费家的掌舵者，竟然能在感情上如此坦然地爱上一个有妇之夫，而且从他的话里甚至不难听出一丝卑微的感觉。他忽然有些佩服费可欣的这份坦然，他觉得自己与费可欣相比真是差了10万8千里。不过他心中依旧疑惑，开口问他，费小姐，叶晨既然已经结婚了，你还这么爱他，难道不担心将来没有结果吗？费可欣笑了笑，淡然道，感情这种事情是拦不住的，就像有些东西你可以控制自己不去吃，但你控制不了自己想吃。说着，费可欣盯着他调侃道，对了，你也知道他结过婚了，难道你能做到从现在起对他不再有任何好感吗？你要是能的话，也拜托教教我。刘曼琼听得一怔，旋即低下头去，懊恼地说道，我做不到。是啊，费可欣耸了耸肩膀，既然做不到，就不要难为自己，喜欢他就大胆喜欢，想见他就尽可能创造机会。如果不屑插足别人的婚姻，那就永远不要让他知道你喜欢他。说到这，费可欣话锋一转，眼中带着几分神采地说道，如果觉得感情对自己的重要性要大于道德，那就要去努力争取自己的幸福，就算插足了别人的婚姻，我觉得也没什么了不得的过错，大家来到世上都是只过这一辈子，工作、机遇、财富都能凭能力争取，凭什么幸福就不行？刘曼琼脱口道，可是他已经结婚了啊，如果别人插足他的婚姻，对他太太是非常不公平的。费可欣摇了摇头，你情我愿的感情就应该是用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而不是谁先来谁就能稳坐钓鱼台。说着，费可欣又道，我反过来问你，如果你本身有男朋友却爱上了叶晨，你会怎么办？是继续佯装无事，和你的男朋友貌合神离的继续下去，还是与他分手，去追求自己的真爱？刘曼琼愣了愣，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思忖再三，她轻咬下唇，严肃地说道，我应该会选后者，最起码给我的男朋友足够的尊重。尊重？费可欣诧异地问道，你觉得对一个爱你的人来说，你貌合神离地跟他过日子，每天躺在他的身边，想着另一个男人，是对他的尊重？那如果换成你的男朋友爱上了其他女人，每天躺在你身边，把你幻想成对方，你会觉得这是对你的尊重吗？面对费可欣犀利的追问，刘曼琼更加语塞。一方面他觉得费可欣说的不无道理，但另一方面他又不可控制地想起妈妈，想起爸爸当年与方嘉欣搞在一起的种种。费可欣见他呆住，便继续说道，曼琼，我来告诉你，如果是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会怎么做？顿了顿，费可欣严肃地说道，首先，爱上别人不可怕，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光明正大。所以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向我的另一半坦白告诉他我喜欢上了别人，这不仅是对他的尊重，也是对我自己的尊重。说着，费可欣又道，当然这种事情在流程上一定要符合基本原则，比如我绝不会骑驴找马，不会一边稳住我的男朋友，把他当成兜底，一边去追求我真正喜欢的人。等成功之后再把男朋友踹掉，或者失败了再装作没事发生，回到男朋友的身边。我会先跟我的男朋友把话说清楚，跟他彻底分手之后再去追求那个人。而且如果那个人也有他的另一半，我也不会用下三滥的手段去勾引对方，我只会尽我所能，把我最好的一面展示在他面前。若是我能光明正大让他爱上我，他也愿意像我一样，
光明正大的与对方分手，然后跟我在一起，那我何错之有？光明正大，刘曼琼口中不禁轻声重复了一遍这4个字。随后他仿佛想通了什么，脱口道：费小姐您说的对，喜欢上别人并没有错，但光明正大才是最重要的。费可欣点了点头，笑着问他：怎么样，现在心里还觉得委屈吗？刘曼琼抿了抿嘴，轻声道：还是委屈，但比刚才好些了。费可欣轻叹一声，笑道：哎呀，如果你心里委屈，又控制不住喜欢叶晨的话，那可千万要调整好心态，因为你的竞争者可太多了，而且个个实力不菲，我在这里都排不上名次。说着，费可欣问他：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伊苏航运看起来是日本伊藤家和华夏苏家合资的企业，但叶晨才是最大的老板吗？刘曼琼摇了摇头，茫然地问道：为什么？费可欣道：因为伊藤家族的伊藤菜菜子只是出面替叶晨代持伊苏航运51%的股权罢了。伊藤菜菜子你应该知道吧？知道的，刘曼琼点了点头。伊藤菜菜子当年参加散打比赛的时候名气就非常大了，据说他是全日本公认的大和斧子。费可欣笑道：就是这位全日本公认的大和斧子，他其实也是我们的竞争者之一。啊！刘曼琼下意识地惊呼道：他也喜欢叶晨？何止喜欢，费可欣轻笑道：应该说是爱得死去活来才对吧？说着，费可欣眼见刘曼琼惊讶无比，继续笑道：你先别这么惊讶，伊苏航运另一个股东，也就是华夏苏家的苏之瑜，你知道吗？知道。刘曼琼瞪大眼睛：费小姐，你该不会是要告诉我苏之瑜也喜欢叶晨吧？费可欣语不惊人死不休地笑道：严谨一点，应该说苏之瑜和他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苏若离都喜欢叶晨，而且苏若离现在已经算是叶晨的人了。啊！刘曼琼表情慌乱地脱口问道：叶晨已经出轨苏若离了？费可欣摇头道：不是那个意思，苏若离现在是万龙殿的一员，是叶晨的手下，不就是叶晨的人了吗？哦，刘曼琼松了口气，原来是这个意思。说着，她表情有些怪异地说道：姐妹俩喜欢上同一个男人，这也有些尴尬吧？费可欣笑道：尴不尴尬我也不知道，毕竟我在费家这一代人里年纪最小，我的姐姐们大都40岁以上了，所以苏家姐妹的感觉我是没机会体验了。说到这儿，费可欣故意问他：你不是有妹妹吗？敢不敢让她跟叶晨认识一下？